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韩国签证的办理。那么首先的话，我打开的网站呢是大韩民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网站啊。这个呢是签证公告，这边有个公告是关于恢复从中国入境者短期签证签发的通知。这个短期签证呢，说实话啊，长期签证、短期签证，长期签证的话一般来说是留学签证啊、工作签证啊，短期签证的话基本上是旅游商务为主啊。那么这个公告还是挺新的，是2月10日的公告，通知是关于恢复从中国入境者短期签证签发的通知，因防范海外新冠疫情输入，暂停签发短期签证的措施正式解除，并于23年2月11日起恢复短期签证签发。那么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办韩国签证是可以办了，但是这边有一个星号啊，但是入境前后仍需进行核酸检测。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韩国之前呢，你就要做核酸检测，到了韩国之后呢，还要做核酸检测啊，要做2回核酸检测。另外一个重要信息呢，是关于免签入韩的介绍啊，就是之前的话，我们去韩国的话，包括我自己本人也是第一次去韩国，是去济州岛的，是免签入境的。那么韩国的济州岛呢，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的问题，所以说呢，它当年呢也是暂停了这个免签政策。那么它其实呢也很早就恢复了，2022年的6月1日就开始恢复了啊。那么现在的话，其实去济州岛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免签，但是呢，这个核酸检测还是需要的。这边的详情是有分2点，第一点的话，它这边的话列出的这些国家的话是除外啊，除了这些国家以外，那么你就可以免签入境韩国济州岛啊。那么中国不在以内的话，那就是可以去的。那么第2点的话是，就是如果说你去济州岛，然后又想去首尔，那么你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办理一个滞留地区扩大许可啊。这个滞留的话，它其实呢，它是直接翻译过来了。那么正确的翻译的话，应该是需办理逗留地区扩大许可的国家公民啊。这个滞留的跟我们汉语的意思是不一样的，这个滞留的话更有点像是停留和逗留的意思。那么第3点啊，适用于普通护照28国，这边就有中国啊。那么如果说你中国人的话，先去济州岛，然后再去韩国的本土这个首尔，那么你就要办一个这个扩大许可。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关于签证的种类及所需材料，因为签证的种类是比较多的。然后呢，这个大使馆的网站呢，一些信息呢是比较分散的，我刚好呢找了一些，那么大家挑选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么首先的话，我点开这个看这个表格，好，到达表格页面的话，它是一个 PDF 的文档，然后签证的种类及所需材料啊，它这边还有水印的。那么2023年的2月份的这个文档，然后到达这个目录页面的话，其实我们要看这个短期访问啊，短期访问分好多种啊。不过呢，它这边还有个单次签证跟多次签证，因为短期访问的话，也有可能是单次的，也有可能多次的啊。我们一个个看，我们看短期一般吧。那么短期签证的话，它一般来说代号的话是 C 字头的签证啊。那么这个 C 字头短期一般的话，这个呢，它呢这个还是要求挺高的，比如亲属访问啊、一般研修啊，或者说韩国公民的配偶及子女啊、韩国公民的后代啊。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比如说 C-3-9 的啊，那么也是停留期90天以内的，有效期3个月的签证啊，签证申请表1张照片、护照、身份证啊，这个材料是很简单，对吧？那么如果团体旅游的话，那更加方便了。那如果说个人旅游的话，以观光为目的的短期停留韩国者，我们看一下材料啊。那么材料的话，其实这边的话是有的啊，经济能力证明材料。那么第1条，原则上提交社保证明及在职证明，那么大学生的话提交学历认证报告书。那么如果说你没有工作，或者说也没有什么学历认证报告书呢，那你可以提交6个月内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原件，注意原件，或者近6个月内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原件。那么银行账户如果证明自己有钱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还有这边很重要的信息，比如说北京、上海等多次签证签发对象内的范围城市啊，这什么意思呢？如果说呢你是北京户口、上海户口，还有这种杭州户口、重庆户口它那个其实呢你可以非常简化的办理材料啊。那么就是它这边有个星号啊，以下人员是可以免交经济能力证明的。如果说你是北京户口、上海户口的话，你就拿个户口本就行了啊，不用提交什么东西的呢，就是户籍持有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就行了。那么如果说你是小学生、中学生的话，只要在学证明就可以了啊。大学生的话就是学历验证报告书嘛，就是在这个学信网上。这边还有一条很重要一条，就是通过优秀旅行社代办的人员啊，请参考优秀旅行社名单。那么旅行社的话，它其实本身的话也是有一种审核嘛。那么这种情况呢，说实话就是旅行社在帮你都担保了。好，还有一条很重要一条，就是22个 OECD 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有任意国家出入境记录者，护照上的 OECD 国家签证和出入境章及其复印件啊，公安局签发的出入境记录
查询结果材料。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去过这些国家，比如说奥地利啊、比利时啊、丹麦啊、法国啊，基本上就是欧美啊，那这些国家你去过的话，然后你有出入境章，然后有他们签证，那么你就可以免交这个经济能力证明，然后把这些材料提供给他，然后他就可以给你办了。那么也有很多朋友他也听说了，之前的话他韩国是有个政策啊，有个好消息，就是说关于扩大多次往返签证户籍对象范围的通知。那么有一些的话，比如说北京、上海啊这些户口的话，它是很早以前就已经可以简化办理多次签证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扩大通知怎么样，它这边有说明啊，比如说在2019年的5月27号，也就是疫情前的1年，那么从4个城市增加到13个城市，以前是北上广深1线城市户口啊，那么可以申请这个多次往返签证，申请5年多次往返签证嘛，很方便，但是价格呢还是有点贵的。变更后是13个城市，注意啊，这边有特别说明，比如说杭州、宁波是没问题的，武汉、长沙、青岛也没问题，重庆不在以内啊，但是重庆好像是后面的话好像又加上去了。那么我在这个大使馆网站上呢，我没找到信息啊，那么可以看这个网易的新闻这边它这里有啊，也是在2019年的新闻，在9月份出的新闻，是大韩民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发布的公告，公告是指定重庆市多往签证签发地区，它这个指定的是有地区啊，然后呢9大主城区啊，注意一下啊，那么也是可以的重庆啊。那么这边还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天津市的是有些区是除外的，比如说这些近海区，宁河、宝坻啊、济州、武清、滨海新区是除外的，所以说天津的话稍微特殊一点，然后呢你要注意一下。那么如果说你的户籍呢是符合在这个里面的话，那你办这个韩国多次往返签证是很方便的，包括5年多次往返签证都是很方便的啊，不需要提供什么经济材料证明啊。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也是在2022年的8月18日公布的啊，这个是还在疫情期间啊，以前呢很早就听说了，就是支付宝芝麻信用分啊，优质用户的短期访问 C-3 多次签证业务的通知。那么它是恢复针对芝麻分780分以上优质用户啊，这个办理这个短期的多次签证啊，就是5年多次签证嘛，那就是会很方便。所以说呢，你呢如果说不在那个户籍扩大范围之内呢，但是你的芝麻分比较好的话，那你就可以采用芝麻分这个报告来进行办理简化5年多次签证的办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常见问答吧，比如说赴韩签证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啊？这个的话刚才说了，已经一般来说的话，你就要那个文档里面去找啊，你是办什么签证的叫什么材料。这边呢注意的啊，就是自己办理韩国签证啊，你可以直接去领事馆办理吗？是不可以的啊，所有的签证基本上都要通过这个指定办机构优秀旅行社名单去办理啊。那么基本上的话，其实它是跟日本也是一样的啊，日本也是需要指定的旅行社去办理。那关于进度的话，你可以在这个大使馆网站上签证结果查询中啊，可以查看这个进度。那么办理费用啊，费用的话，这边单次跟2次进取消掉了。它这边划线的时候呢，是说明了这个可能这个网页还没更新嘛。现在如果说恢复多次的话，它这价格的话就是他们收的成本费是630元，那么单次的话就是30天以内的啊，那么是280啊。长期签证的话是不一样啊，长期签证可能不算 C 类签证了。那么一般来说的话都是办短期签证280啊，加急费的话我们就不看了。这边很重要一条啊，签证拒签或虽申请了多次签证，但或发单次签证的情况，均不予退还已支付的签证费啊。这个的话要比日本那个不太厚道一点啊。日本的话，如果说你签证不通过，他不受理的话，他是不收取签证费的。这里还有说明，如果说被拒签之后啊，可否再次申请？那么只能在自拒签日起2个月后重新申请，这个要注意啊。签证有效期的话，这个90天，这个千万不能错了。如果超过90天的话，你就签证作废了。那么如果说过去在韩国有非法滞留经历的中国人啊，是否可以申请结婚签证？那么申请是可以申请的，但是这边说的很模糊啊。如果说你被列为入国禁止者的话，则需要与韩国国内有关部门协商等程序，这个的估计要罚很多罚款啊。好，我们看一下签证申请表长什么样啊？签证申请表的话，基本上必须的话，毕竟这个韩国签证的话，你要通过旅行社办理啊，旅行社肯定会给你这个签证表格的。那么我们可以大致看一下啊，基本上就个人信息啊，申请签证信息，这个的话基本上你这个旅行社会帮你处理啊，我们的这边不仔细看了。那么最后一点的话，我想说明一条很重要的信息，比如说我们都听说过美签的话是可以免签这个韩国的，但是这个信息呢，在韩国驻华大使馆官网上是找不到的，所以说呢，我们要去这个网站，比如说这个也是一个韩国的网站，是官方的啊，
visa 点 go 点 kr， 然后呢，我们这边的话它是韩文的，是不是？右上角的话可以选择中文，选择中文以后呢，然后把网页往下拉，然后点这个观光等短期访问，然后点这个一般免签证。好，进入这个页面之后呢，一般免签证啊，申请对象及活动范围以旅游过境等目的拟无签证入境韩国的人员。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它这边呢有很多对象啊，对象的话都是比较繁琐的，然后我们一个个看啊，主要看那个它这边呢也说明了这种免签国家啊，我们主要看中国护照持有这种发达国家签证能不能免签韩国的问题。好，我们先看第一条啊，入境第三国的旅行通过者适用对象啊，除这些以外的国家的所有未经允许的免签入境国家的公民，那么中国的话就属于适用对象的。资格条件啊，持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下简称先进4国，日本签证是不可以的啊。的入境签证包括再入境许可、永住权。那么2条信息啊，第一条的话，经韩国前往先进4国者，比如说你从中国飞韩国再飞美国，那是可以的。那么第2条是在先进4国滞留后，也就是停留后啊，在其国家，就是先去了美国之后再出发，并使用直飞韩国的支航航线，再通过韩国回中国，那也是可以的。那么还有一条就是持美国签证经由韩国前往塞班者，只有最终目的地为美国时允许免签入境时。那么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塞班岛的话是免签的，是吧？如果说你要去通过韩国再去塞班岛的话，那你只能在国际的转机区域等待，不能入境韩国了啊。那么它这边还有第3个许可条件，持有30天内离境的机票，且入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后无非法停留等违法事项者。那么基本上的话，我也听说了，这个的话就是你通过转机入境韩国的话，基本上会给你1个月时间，等于说你是可以免签1个月嘛，然后也省去了办签证的费用。那么我们看第2种情况，比如说途经韩国旅游欧洲的中国人，其实呢也是差不多啊，就中国飞往韩国，然后再飞欧洲，欧洲飞到韩国，再飞往中国啊。其实首尔机场是很大的，首尔机场转机区域也是很大的。那么在疫情期间的话，很多人通过首尔再转机到中国很多这样子啊。这其实首尔的话相当于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中转空港吧。那么大致要求的话都是差不多的，只是说呢这国家的话比较多，大家看一下，欧洲国家毕竟很多嘛，所以说呢你要看清楚。基本上这些国家的话都是申根签证国家啊，还包括英国啊这些发达国家吧，申根的欧盟的，你要看看这是不是在名单上。而且呢这个跟上面的有所不同的就是说，这个呢是只是针对中国人的啊，只是针对中国的上面的话是除了这些国家以外的这些国民都是可以的，这个的话欧洲的话只是针对中国人。那么今天关于讲这个韩国签证的所有的事项的话到这里结束了。